斌哥，我要不先走吧，等会儿伊莎姐回来。回来了又能怎么样？陈伊莎，你是不是闲得慌？拍什么拍？伊莎姐，我们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孤男寡女的躺在一张床上，不是我想的那样。斌哥，我……陈伊莎，就算你拍了照片、录了视频，又能怎样？离婚申请正在走流程，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斌哥，你别生气嘛，为他气坏身体可不值。伊莎姐，就算你留住斌哥的人，但也留不住斌哥的心。陈一山，我把话放这儿，你没工作没人脉，离了我，你根本没办法生活。就是呀，伊莎姐，斌哥说的对，你何必非要自讨苦吃呢？离了你，我会过得更好，比跟你结婚之前过得更好。本届设计师大赛的金奖得主陈伊思。嫁给我，我保证，我会永远支持你的事业，做你最坚实的后盾，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贺斌，我后悔嫁给你了，不过一切都还来得及。儿子的抚养权归我，婚内财产可以协商。做梦！婚内财产你一分都别想拿，儿子的抚养权也必须是我的。伊莎姐，我先走了，下次见。有话快说。我只要依依的抚养权，婚内属于我的财产份额，我可以适当让步。你要依依抚养权，陈一山，你拿什么养他？5年了，你已经5年没上过1天班，没赚过1分钱。你不是当年那个风光无限的设计女王了，现在已经没人记得你。我有我的设计稿，我可以重新做设计，我能自己赚钱。设计稿不能当饭吃，陈一山，你现实点。你没工作，没收入，没房子，你拿什么跟我争？我告诉你，孩子的抚养权归我，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念在夫妻一场，我可以允许你偶尔探望孩子。你知道的，跟我争抚养权，你根本没有优势。我是不会放弃依依的抚养权的。不自量力。依依妈妈不好了，依依在幼儿园突然高烧惊厥，我们现在正送孩子去医院，你赶紧过来一趟。依依妈妈，这是孩子的检查和医药费缴费单，需要尽快缴费。妈妈，你好，我想查询一下我的银行账户，为什么付不了款？女士，您的账户于今日下午已经被冻结，账户资金暂时无法使用。5年，我连个能开口借钱的朋友都没了。贺斌，借我点钱。伊莎姐，斌哥现在正忙着，这会儿可没空接电话。依依发烧了，我找贺斌借点钱。伊莎姐，我早劝过你别那么要强，现在好了，连个应急的钱都没有。钱我先替斌哥转给你啦，他最近为了咱们家的事儿焦头烂额的，唉，只能我来替他操心喽。蒋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依依妈妈别客气，医生说挂完这瓶药水烧基本就能退了，你别太担心。我还有工作要忙，就先走了。蒋老师，今天麻烦你了，路上小心。妈妈，我想爸爸。依依乖，先睡一觉，等睡醒了，爸爸就来了。爸爸，伊莎，
很高兴你能联系我，你的作品比5年前还要出彩。我有业内顶尖的星芒珠宝工作制的内推名额，我想推荐你去面试。陈女士，我直说了吧，你的设计太老土，太笨重了，完全跟不上现在的风格。我的设计是东方美学，发扬本土文化底蕴，底蕴能当流量，能赚钱吗？现在市场要的是快销的网红款，谁看你这些老掉牙的复古线条？说实话，你一个5年没工作的过气设计师，要不是看在导师的面子上，你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请回吧。依依妈妈，你怎么来了？依依中午就被她爸爸接走了，你不知道吗？贺斌，你把伊代带去哪儿了？我是孩子亲爹，我接我儿子放学，还用跟你报备？是妈妈吗？是依珊，小斌，叫他今晚来家里吃饭。听到了。你跟他们说咱俩的事儿了吗？多大点事儿，我就当你闹脾气。贺斌，我们现在在离婚冷静期。陈一山，长本事了，那你这辈子也别想再见到依依了。这幅 Mary 当年被誉为最惊艳的天才之作，当年的竞拍记录至今都没人打破。怎么是你？听说你要离婚，你这是专门回来看我笑话的？一部分是这原因。陈一莎，还想做设计吗？什么意思？我投资了一家服装品牌，缺一个创意总监，你来不来？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的设计值得被看见。算你小子识货。那今晚陈大设计师能赏脸一起吃顿饭吗？不能，今晚有约了。什么约？比我这个老同学加未来老板更重要？我还没说要给你打工呢，我妈让我回去吃饭，走了。贺斌，我回来了。爸妈，我回来了。伊莎，快过来坐。依依呢？小斌带下去买东西了，马上就回来。妈知道，这次是小斌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换作是谁撞见这种事儿，心里都难受。你生气难过都是应该的。妈，这段婚姻我没办法再继续了，我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妈懂你的气，但伊莎啊，过日子哪有顺顺当当的？小斌只是一时糊涂，犯了错，他从来没想过要毁了这个家。他心里清楚，谁才是陪他过日子的人，谁才是孩子的亲妈。一时新鲜，今后的日子长着呢。他每次犯这种错误，都要用一时新鲜给他洗白吗？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犟呢？你仔细想想，现在日子多安稳。贺斌赚钱养家，你不用在外奔波吃苦，孩子乖巧懂事，家里衣食无忧，何必为了男人一次糊涂的过错，亲手毁了这安稳的日子？要是真离了，受苦的是你，受罪的是孩子。伊莎，听妈的，别钻离婚申请撤了。我已经把狠狠骂了小斌一顿，等会儿让他给你道歉，彻底外面断干净，以后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你俩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妈，犯错就该承担代价，婚姻不是凑合过日子，他的做法伤透了一家人的心，我没办法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忍气吞声过日子。凭什么他犯了错，要我忍气吞声妥协退让，还要我为了所谓的圆满吞下所有委屈？伊莎，你在家全职带孩子5年，早就脱离职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人脉，跟社会早就脱节了。你没收入没靠山，怎么立足？我5年全职顾家，是为了这个家主动放弃了职业发展。我的付出和他的赚钱5家同等重要。你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们家撕破脸闹到底是吧？我好好跟你讲道理，给你台阶下，你偏要不知好歹。我不是闹，我捍卫的是我的尊严，还有我这5年为这个家付出的所有心血。捍卫尊严？
你这叫任性作死，不就是一个小错误吗？天塌下来了，多大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非要闹得人尽皆知，鸡飞狗跳。小事，5年没上班，手心朝上靠我儿子养了5年，你有什么底气跟我们闹离婚？真闹上法庭，凭你现在的条件，孩子你抢不走，财产你分不到，最后只能净身出户，一无所有。法律不是你们贺家定的，法官会根据事实去判定结果。全职妈妈的付出是对家庭的无偿劳动，同样具有社会价值。别拿现实拿捏我，更别拿孩子威胁我。我有没有能力立足，能不能养好我的孩子，我说了算，不是你们贺家说了算。法庭上见分晓，到底谁最后一无所有，我们拭目以待。好，好得很。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们贺家翻脸无情。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立刻撤回离婚申请，安安稳稳过日子，大家都好看。不然到时候你净身出户，骨肉分离，哭都没地方哭。不用警告我，从贺斌背叛家庭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没有缓和的余地了。这场婚姻的残局，我会亲手收拾。最后输的人绝对不是我。秦牧远，我加入你的团队。好，明天上午10点，公司发布会见。爸爸为什么不牵我的手？依依，妈妈，依依，没事吧？有没有受委屈？我儿子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能有什么事？倒是你，伊莎姐，你现在刚工作，肯定没时间好好照顾依依。坏女人，我讨厌你，你离我爸爸远一点。陈一山，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儿子，没大没小，不懂规矩。我教出的儿子三观端正，明辨是非，最看不惯你们这些龌龊的事。依依，先去车里等妈妈。贺斌，你做出这些恶心至极的事儿，我懒得管，但你能不能别把这些脏事带到孩子面前？你不要脸，我还要顾及孩子的感受。你离婚申请我已经递上去了，你婚内行为不当的证据我顺手也交上去了。你想独占抚养权、独吞婚内财富的算盘彻底打空了。小周，你猜贺斌离婚后，最要脸面的贺家会不会允许他娶一个靠插足别人婚姻不择手段上位的助理？陈一莎，你别嘴硬，我看你没工作没收入，拿什么跟我抢？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冷静期一过，你按时到地方签字离婚就行。斌哥，伊莎姐就是故意刺激你。你去查查，是不是有人在暗地里帮他？这种小场面，陈大设计师也会怕？废话，这么多年没站在这么多人面前了。跟我混，以后保你站在更大的舞台。陈小姐，你整整5年没有在职场露面，一直在家做全职太太。设计行业更新连带这么快，新人层出不穷，你觉得自己现在付出真的能跟上节奏吗？不上班，不代表没有成长，可没有行业实操，没有市场作品，空谈热爱，未免太没有说服机了吧？这是我5年来的设计稿，这些设计稿的成品，在不久后将上市热卖。陈小姐，网传你婚姻破裂，被丈夫抛弃，是不是真的？你今天选择复出工作，根本不是热爱设计，是被赶出家门，走投无路了，对不对？我现在在离婚冷静期，是真的。既然被丈夫抛弃，你现在站在这里，难道不觉得难堪吗？难堪的从来不是我，是那些做错事的人。我不是因为被抛弃了才出来工作，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爱的。而且我的设计，我的才华，远比我的私生活更有价值。我替在场的各位纠正一个致命的错误。秦总这是亲自下场维护他。璀璨服饰聘请陈一塞任创意总监，看的从不是他的婚姻、他的家庭，而是他设计天赋、他的实力。这是陈医师5年前的代表作 Mary， 时至今日依旧是行业经典。真正的才华永远不会被时间埋没，更不会被无聊的绯闻抹黑。离婚的消息是你放出去的？菲菲，你真是打的一手好牌啊！小斌，陈一莎发布会是怎么回事？妈，我会解决的。是你那小助理做的吧？你尽快申请依依的抚养权，把婚内财产做切割。妈，发布会上的照片，把责任都推到你小助理身上。你知道我妈为什么不想让离婚吗？这间工作室
名义上是我俩一起创立的，实际上是靠他的能力才能在短短1年跻身行业头部。这间公司能有今天，靠的是他。菲菲，我需要一个有用的女伴，你帮我把她搞到你里，我就娶你。菲菲，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的。贺总，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再搞砸的。菲菲，叫贺总就太生分了。我一直支持你学钢琴，我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你就给我考出不合格的结果。妈，我每天都有认真练琴，每天都坚持练很久很久，我真的尽力了。光自己觉得努力没用，结果不会骗人。你好好审视一下自己，长相普通，平时成绩也不算突出，钢琴是你好不容易培养的特长，如今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世界很现实，没有人会为你的过程买单，大家看的都是最终结果。一个人如果做不好手里的事儿，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更难收获别人的信任和肯定。没人会轻易相信一个频频出错、毫无成果的人。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陈大设计师，为了祝贺你时隔5年再次工作，有人特意给你送了份大礼。发布会现场，你投在大屏上的设计稿，有人说你抄袭国外不知名的设计师。秦总，你的创意总监涉嫌抄袭他人作品，你倒是一点也不着急啊。秦总，看新闻了吗？网上的抄袭热搜怎么回事？张总，你好，我是这次设计的创意总监。网上说的就是你抄袭，我也不想追究你抄没抄，今晚之前给我们一个解释，不然品牌只能公开追究你的责任，损失你需要全部赔付。你就这样看戏？不然呢？你可是陈伊莎，自然有办法解决这个小麻烦。这是什么？这是我5年前的设计手稿，刚好是那位国外设计师2年前发布的作品。秦总，刚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冲动了。张总，该道歉的对象是我们的创意总监陈伊莎。是，陈总监，实在抱歉，刚才是我太急躁，您大人不计。张总，您这话严重了，我们第一次合作，难免对对方不了解，有误会也是正常。哈哈哈哈！陈总监真是实力和魅力并存啊！哎，陈总监，你快看，有人曝光那国外设计师是你前夫贺斌工作室里的人。你干的。你是我工作室里新上任的创意总监，我可不是某些人欺负自家人。秦慕远，这么多年没回来，这次你回来到底要干什么？陈伊莎，我是不是还没跟你说过，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因为贺孝仁，他当年嫉妒我恩师的能力，故意诬陷我恩师数据造假。那时候我恩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外界的舆论一来，就把那小老头给击垮了。可他已经去世了。他是贺斌的父亲，我不信贺斌不知道。你要跟他离婚，我要找他参与这件事的证据，咱俩的目标一致。我告诉你这件事，不是要让你跟我一起，而是让你心无旁骛的专心为我打工。我赚了钱，自然能更好的找证据。你好，我是负责贺依依抚养权的调解员。针对贺斌先生提出关于贺依依小朋友的抚养权问题，想请您双方今天下午到现场协商沟通一下。贺斌申请依依的抚养权了。这么快？你有几成的把握？他之前说我没工作没收入，我现在是璀璨服饰的创意总监，有正经工作稳定收入。没用的。为什么没用？跟你签的合同是真的，薪资待遇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份合同代表的是你未来的收入，是没兑现的东西。他们不认未来，只认现在。你目前没有固定房产，近期流水不够稳定，这些都是你的短板。贺斌就是掐准了你这个弱点，故意赶在你收入彻底稳定之前提交的申请。陈一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想你的优势，他的弱势，把你收集到的证据都拿出来。陈一山，现在只能靠你自己去拿回属于你的一切。周菲菲，这点小事都能搞砸，你脑子是摆设吗？斌哥，我真的尽力了。我不管你有没有尽力，
也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件烂摊子你必须自己亲手收拾干净，半点都不能牵连到我，更不能影响工作室。所有过错都要我一个人扛是吗？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吗？菲菲，我也是迫不得已。你以为我这个工作室负责人真的说了算？说白了，我就是个空架子。我妈牢牢把控着所有权力，我早就被彻底架空了，我根本护不住你。但你不一样，我妈刚才特意给我打电话，特意提了你。她说你这次的手段比上次老太多，就是还差一点火候，不够成熟。阿姨真的不会怪我吗？我怕她彻底否定我。我妈既然愿意点评你，就说明她已经慢慢接纳你了。只要你再稳住几次不出差错，我们很快就能名正言顺的在一起。菲菲，我为我们的未来做好了打算，我向调解委员会申请依依的抚养权了。今天下午，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演一场戏，帮我把抚养权稳稳拿到手，后续所有麻烦我帮你兜底。演戏？可是万一被拆穿了？别怕，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这么聪明能力又出，这点小事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行了，你先回去好好准备，下午千万别再出岔子了。小斌，你身边到底养的都是些什么蠢货？上次的烂摊子还没彻底收拾干净，这才没过几天，他又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窟窿。妈，你别生气，他虽然蠢了点，但胜在足够听话。听话有什么用？他办的事儿就没有一次能干净收尾的，次次都留下把柄，随时可能连累我们贺家。我早就留好了后手，我已经正式提交抚养权申请了，正好借着他的手把这潭水彻底搅浑。好，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把水搅浑。今天就孩子抚养权探视问题进行初次调解，双方要理性沟通。两位谁先？陈伊莎，你无业在家5年，一分收入没有，孩子上学、穿衣、吃饭、头疼脑热、看病，你告诉我，你拿什么养孩子？贺先生，我需要提醒你，收入只是抚养权判决的参考因素之一，我们会重点评估谁能给孩子更稳定的成长环境和更多的有效陪伴。第二，你有时候凌晨3点还在家干活，你怎么保证每天准时陪伴孩子？我加班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有人帮忙兜底，绝对不会耽误照顾孩子。兜底？靠保姆还是靠外人？孩子要的是妈妈，不是随便找个人糊弄。我承认，以前我陪孩子太少，是我不对，我现在一直在改。但陈女士你呢？你心里一直恨我。我对你有意见是大人的事儿，更没拦着你看孩子。你嘴上不说，但你的态度骗不了人。你打心底抵倡我，怎么可能真心让孩子认我跟我亲近？调解员，我好几次都看见陈女士在我小区附近徘徊。我去那儿是因为孩子当时在他父亲那边，我就是想多看我孩子几眼，有错吗？我当然懂当妈的心思，我是担心陈女士要是一直憋着气，孩子心思敏感，我只是单纯为孩子担心而已。对方提出的收入稳定性、工作时间、亲子态度问题都是抚养权的关键考量。陈女士，你怎么回应？这是我近3个月的工资流水、存款证明和孩子的备用资金，养孩子完全没问题，不用担风险。我是刚复出在打拼，也会熬夜赶工，但这就能证明我带不好孩子。我的工作可以调整，时间可以取舍，唯独孩子我从来不会敷衍，不会缺席。贺斌，你条件优越，工作稳定，时间自由，可这么多年，孩子的接送、日常起居、生病陪伴，你管过几次？参与过多少？孩子半夜高烧上吐下泻，最难受最害怕的时候，我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守整夜，全程不眠不休。那时候你在哪儿？我当时是有工作走不开，我不是故意不管孩子，你别拿一次意外浇住我不放，刻意放大我的问题。一次？贺斌，你摸着良心说，孩子生病身体不舒服，你缺席的是一次吗？从小到大，孩子发烧感冒夜里哭弄，哪一次是你守在身边？哪一次是你连夜送医？你永远都是一句工作忙有应酬。我在外拼命赚钱是为了给家里给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我辛苦打拼有错吗？赚钱是你的责任，从来不是你缺席孩子成长的挡箭牌。你更过分的是，完全不顾孩子年纪小心思单纯，多次在孩子面前言行不端举止失度。小孩子模仿能力最强，你在他面前毫无分寸，肆意妄为，潜移默化带坏孩子三观，这就是你所谓的为孩子好。你简直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我什么时候作风不端，影响孩子了？你没有实质证据，就凭你一张嘴随意污蔑我。没有证据？贺斌，
你是要照片还是要视频的证据？我从来不会让孩子受半点委屈，沾染半点不好的风气。你不忙，有钱有时间，却次次缺席孩子的关键时刻，还肆意在孩子面前失德失怪。真正不配当父亲、不配拥有孩子抚养权的人，是你贺斌。双方都冷静点儿，坐下好好说。双方的顾虑与回应均有依据，贺先生提出的风险点客观存在，陈女士的应对方案也完整具体。双方所述的亲子陪伴缺失、监护人言行对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影响等关键问题，我会全部存档记录，作为本次抚养权归属的核心参考依据。调解员，结果什么时候出？在3个工作周内，我们会给出最终的方案。阿斌，你别生气，刚刚我已经尽力帮你说话了。尽力？你管这叫尽力了？我是怕说的太多，显得我们咄咄逼人，反而对你争取抚养权不利。我是为了你稳妥。稳妥？结果就是我当众丢脸，全盘落于下风，这就是你说的稳妥？现在是我最关键、最难熬的时候，连你都不肯替我多说2句。我不是不站你这边，我只是怕帮倒忙。说到底，你还是不够信任我，也不够心疼我。换作是你出事，我拼尽全力都会护着你，可你对我永远留一手。你可真会说。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不用你管。今天全程他句句都在护你，你转头就反过来指责他不够真心。陈医师，你别插话，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还看不明白吗？他在调解室装悔改，博取调解员同情，一出会议室就把所有失败的责任推到你身上。我只是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我只是对他有期待。期待？孩子生病你缺席，孩子成长你不管，你从不要求自己尽职，反倒对真心帮你的人要求越来越高，稍有不顺就全盘的否定。阿斌，我真的做得那么差吗？我真的拖你后腿了？我不是怪你，我是着急。我现在所有人都靠不住，家里外人全都在看我笑话，我唯一能指望的只有你。看到了吗，周菲菲，他不是需要你，他是需要一个永远不会出错、永远替他背锅的工具。陈一莎，你闭嘴！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故意挑拨离间。是不是挑拨，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好好想想，他对你的温柔，是不是只在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一旦事情不顺，他第一时间怪罪的永远是你。斌哥，你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只是需要我帮你背锅？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要是利用你，我何必一直迁就你？今天是我语气重了，我跟你道歉。可你刚刚说我不够真心，不够心疼你。那是我气头上的话，不算数。这次是我运气不好，被陈一山钻了空子，不是你的问题。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别人不懂我，你得懂我。看我们陈总监满面春风，今天是有什么大喜事？刚收到调解人的消息，因为我们无法对抚养权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15天内走诉讼。那你正好可以趁这段时间完善你的诉讼材料。今天双喜临门，告诉你另一个好消息：璀璨服饰将由你全权负责今年行业的品牌大秀。全权交给我？我相信你的能力。友情提醒，这是你复出后的第一次大型演出，不少人都等着看你笑话。那这笑话，他们怕是看不成了。秦慕远，你帮我查查周菲菲的家庭背景什么的。周菲菲？查她干什么？她跟贺斌的相处模式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周菲菲也是高材生，贺斌那种手段，按理说他不应该察觉不出来。你的冷静期还有多久结束？7天。你准备诉讼材料，我帮你让他7天后净身出户。妈，我这个季度绩效拿了部门第1名，领导特别认可我，还让我跟进重点项目。把工作做好是你的本分，在职场上拿成绩是应该的。我们部门竞争特别激烈，我熬了好多通宵，加了无数班才稳住这个成绩。你读了那么多年好书，拥有更好的起点，本来就该比别人做得更出色，这点成绩根本算不上优势。我现在工作稳定，业绩把肩，已经比很多同龄人都优秀了。人要往高处看，
不能安于现状，别人都在升职精进，持续突破，你只盯着眼前的安稳，早晚会被赶超。从小到大，我每次拼尽全力交出成绩，你永远都觉得不够，我就不能有一次被你肯定吗？我对你要求高，是相信你值得更好的。过早夸奖只会让你浮躁松懈，我是不想让你掉队。可我也是普通人，我也会累，也有做不到的时候。正因为普通，才更要不停突破自己。我的期待从来不是你的枷锁，是让你变得更优秀的底气。我的进步从来不值一提，我永远在努力，也永远达不到标准。你给我解释清楚，网上那些关于你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妈，那些都是假的，是别人乱编的谣言。谣言能传得人尽皆知，亲戚朋友全都来问我，你现在让怎么抬头见人？这是公司内部的问题，我只是替团队背了黑锅，从头到尾我都是被冤枉的。被冤枉？为什么别人不被针对，偏偏就你出事？你要是平时做事稳重，懂得避险，怎么会惹出这种难听的是非？职场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不是我能选择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啊。我清楚，我从小对你严格要求，事事高标准，盼着你争气，就是让你踏踏实做人。你看看你现在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一直都在听话，一直都在努力争气，读书工作，我从来不敢松懈半分，就怕让你失望。这次我真的是被人算计了，你能不能信我一次？信任是要靠自己守住的，空穴不来风，你说再多都是借口。我拼尽全力做到最好，就是想让你满意，可为什么在你心里我永远都是错的？出了事你永远都是先怪我。因为你确实出了问题，无风不起浪，别人不会凭空抹黑你。你现在别再找任何理由，自己把这件事彻底处理干净。妈，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求你帮我，我只求你站在我这边一次。我站在你这边，别人只会觉得我们心虚。这件事是你惹出来的，你必须自己承担后果。我养你这么大，精心培养你，严格要求你，不是让你让全家人跟着你丢人现眼的。你好好反省你的问题。从小到大，我不管怎么做都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贺斌稍微对我好一点，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菲菲，想什么呢？明天的行业展览大会，陈一山要代表璀璨服饰去参加，我想让我也参加。菲菲，你的实力我不想在这种小场面给他们看，放心，我会给你更大的舞台。所以又有脏活要我干了。明天开场前，你混进去，把陈一莎要展示的样衣毁掉。只要是要担风险会挨骂的事，贺总永远第一个想到我。光鲜亮丽、名利双收的好事，从来轮不到我。菲菲，我这是信任你，只要搞垮他，没人再跟我竞争，工作室的一切将来都是我们的。信任？你的信任就是出事我背锅，作恶我动手，挨骂我来扛，你永远干干净净，置身事外，坐收渔利。之前抄袭的事本来就是你惹出来的，是我一直在帮你兜底。我惹出来的？当初是谁一步步教我拿捏把柄，诬陷抄袭？是谁让我去调解时颠倒黑白，污蔑人家有心理问题？又是谁默许你母亲逼我全权背下所有罪责，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我把话给你说透，你现在一身黑料，除了我没人会护着你，想留在我身边就乖乖去做，别跟我谈条件，你没资格。你算盘打得多完美，我毁了陈一莎的样衣，她事业崩盘，我再添新的黑料，彻底无法翻身，所有人都唾骂我恶毒，而你轻轻松松除掉对手，洗白所有污点，继续当你的成功老板，一举两得。贺总真是高明。是又怎么样？事到如今你没有退路。行，我做。早点听话就不用受这么多委屈，办好这件事，等陈一莎出局，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不用画饼了，贺总，我早就不盼着你的亏欠，也不贪你的承诺了。他说的对，我帮你做了这么多坏事，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背锅，一个人活在愧疚里。我不想再错下去了。贺总，股东们召开了紧急会议，现在在会议室等您。这位是？这是秦牧远先生，我们邀请秦先生考察，计划引入项目支持。引入项目支持？
目前工作室账目严重亏空，资金链濒临断裂，甚至已经影响到外部合作的口碑了。工作室只是短期市场变动导致的现金流紧张，所有项目都在正常推进，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能稳步回本。短期紧张，贺主管，我手上这份完整强账记录了你工作室近1年的全部流水，项目预算虚高、备用资金挪用这几项违规问题反复出现，这是短期波动能解释的？做生意难免有损耗，秦先生仅凭片面账目就全盘否定我的经营方式，未免太过武断了吧？片面账目，上个月刚给你批复的专项运营资金，短短半个月就全部亏空，你告诉我这是正常损耗？我一直全身心跟进项目，只是市场环境不好。市场环境不好，别家部门同期盈利稳步上涨，唯独你的工作室持续亏损，漏洞不断。是市场问题还是你管理失职，你心里清楚。之前我们多次提醒你规整账目，严控资金流出，你次次口头答应，转头依旧我行我素。我之前一直在整改，只是进度慢了一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做好。贺总，承担损失，整改纠错，不是靠口头承诺。秦先生，只要你愿意入股注资，帮我度过这次难关，我后续全力配合你的工作。我的投资只为优质盈利项目买单，不为个人管理失误买单。你拿不出具体可落地的整改方案，理清所有资金漏洞，填饼全部亏空，我1分钱都不会注入贺氏。我们给你3天的整改时间，如果3天后方案不合格，整改不到位，我们就要收回你的管理权。如果贺总不能解决这些金融漏洞，后续我也不会再考虑和贺氏有任何合作。秦先生，留步。秦先生，虽说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碰面，但我早已久仰您的大名。伊莎时常在我面前提起您，总夸赞您能力出众，是吗？千真万确。秦先生，您看能不能卖一系一个面子，出手帮我这一次？只要您愿意入股注资，帮我化解工作室的资金危机，往后在贺氏，我绝对全力配合您，凡事以您为先。贺总，没记错的话，你跟陈伊莎的离婚冷静期马上就结束了吧？你的工作室资金危机，在我眼里根本算不上麻烦。秦先生，您想要什么？我只要一个真相。当年贺孝仁诬陷是我恩陈维庸，手里攥着的关键证据到底是什么？当年的事太久远了，我那时候年纪小，根本不清楚这里面的内情。你是贺孝仁唯一的儿子，当年所有商业布局、恩怨纠葛，你全程知情，没必要跟我装糊涂。那是我上一辈的恩怨，和我没有半点关系。秦先生，您何必揪着陈年旧事为难我？我不是为难你，我是给你唯一的出路。你如实说出当年全部真相，毫无隐瞒，我立刻敲定大额注资，稳住全部股东，保住你的职位和工作室管理权。你说话算数，我一言九鼎，前提是你说的每句话，拿出的每一条证据都句句属实，没有半句虚假，没有丝毫隐瞒。贺总，留给你犹豫的时间不多了，3小时内我想要你的回复，过时不候。妈，你在哪儿？我想跟你谈谈。你找我有事？伊莎姐，我有些话憋了很久，只想当面跟你说清楚，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我每次见到你都特别羡慕你，你敢反抗不公，敢挣脱束缚，从来不会被人拿捏，更不会为了讨好别人弄丢自己。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是真心的。我从小被家人逼着完美，一辈子都在讨好、妥协、退让，别人稍微给我一点认可，我就甘愿被利用。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不是真心对我。那次我帮他污蔑你抄袭，事后我一整夜没睡，脑子里全是你带孩子看病的画面。你不用刻意为自己辩解。我不是辩解，我是认错。我明知道他对你有亏欠，明知道这段关系本就不对，可我还是心存侥幸，一步步陷了进去。
我懦弱、盲从、没有主见，是我的懦弱间接伤害了你，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我从来没有真正怪过你，我清楚贺斌的为人，他最擅长利用别人的软肋成全自己的私心。可我终究是做错了。我看着你坦荡活着的样子，再看看满身枷锁任人拿捏的自己，才觉得我错得这么彻底。是你点醒了我，你让我明白，人活着不该一味讨好，不该自我内耗，更不该为了别人透支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所以我决定离开了。你要去哪儿？我打算离开这座城市。这么多年的自我否定、心理内耗已经把我困住太久。我预约了系统的心理治疗，我想好好治愈自己，重新活一次。人最先要救赎的，永远是自己。谢谢你，伊莎姐，哪怕我们身份尴尬，你依然没有恶意对我。是你让我明白，女孩子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被谁偏爱，而独立自主，善待自己。好好治病，好好生活，往后只为自己而活。老婆，累不累？今天依依有没有折腾你？不累。你这么早就想好名字，为什么要叫依依呀？贺是我的姓，依是你的名，叫贺依依就是我贺斌这辈子一心一意只爱陈一山一人。慢点起，别抻着身子。医生说了，要多走动，多晒太阳，对孩子对你都好。老婆，你现在肚子越来越大，不能再操劳了。工作室这边的业务就让菲菲接手吧。这是我一手做起来的工作室，我舍不得。老婆，我舍不得你这么辛苦，你先好好在家养胎，等你生完孩子，彻底养好身体，随时都可以回来。总经理的位置一直都是你的。贺斌，我想回工作室上班。老婆，依依还小，最需要的就是妈妈。你走了，孩子怎么办？孩子早就断奶了，我身体早就恢复好了。我不是只会在家带孩子的保姆，我有我自己的事业。你3年没接触行业，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现在的流行款式设计思路，你一点都不懂。先别急着回去，我把菲菲的最新设计稿拿给你，你先在家学着。妈，把当年贺孝仁诬陷陈维庸的所有证据、原始数据全部拿出来给我！你胡说八道什么？陈年旧事早就翻篇了，提它做什么？那些东西早就销毁干净了。销毁？我爸做事的习惯你比谁都清楚，关键证据和核心数据他绝对留了底，只有你能接触到，别跟我装不知道。我明确告诉你，没有。那些东西一旦曝光，不仅毁了贺家名声，整个贺氏都会彻底动荡。名声？你现在跟我谈名声？如果不是你当年自作主张银资，我的工作室完全由我一人说了算，根本不会有今天的资金危机，更不会被人拿捏把柄。我当初引资是为了你的前途，我难道有错？做人不能这么自私。自私？最自私的人是你。当年我爸做那些脏事，你全程知情，从不阻拦。你怕影响你的贵妇身份，怕丢了贺家的荣华富贵。我维持贺家颜面，守住家业有错吗？没有这些利益，你能有今天的地位和生活？我不跟你废话，现在把证据和数据拿出来，只要我拿到这些东西，就能换来大额注资，填平工作室所有缺口，稳住我的位置。可这些东西一旦流出，后患无穷，万一被人借机搞垮贺家，我不管什么家族后患，我只要保住我自己。东西我给你，但你务必小心，绝对不能外泄。陈总监，不好了，我们大秀的衣服全都被剪烂了。先报警，配合警察做现场取证，封锁衣服被破坏的消息。
我马上到。你好，这是刚坐在你对面的朋友留给你的，说这里面有你需要的证据。陈总监，走秀的衣服全被人恶意毁了，好多礼服直接被剪刀剪得稀碎，大面积走线崩开，根本没法穿。所有配套的首饰、配饰一件不剩，全被偷光了。展厅现场的监控呢？有查到什么吗？没有，这一片所有监控线路全被人为剪断，硬盘录像直接清空，干干净净，一丁点痕迹都没留。这人也太卑鄙无耻了，专挑大秀前夜动手，这是掐着时间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啊！没凭没据的，我们连是谁干的都查不到，彻底吃了哑巴亏。我们已经报警立案了，谁搞的鬼，警察迟早能查出来，谁也别想跑。陈总监，明天就是年度大秀了，明天就是年度压轴大秀，全网直播，业内大拿全在，我们所有成品全毁了，现在根本没有能上场的作品，这大暑我们怎么撑下去啊？别慌，天塌不下来，你立刻回公司库房，把我们之前所有备选款全部调出来，再带2个靠谱的人手，把我办公室所有首饰全部打包带过来。记住，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就要开展了，偏偏今晚所有成品被毁。陈总监，明天的大秀是要泡汤了吗？他越不想让我上秀场，我就越要上。不仅要正常开场，还要拿出比之前更炸裂、更惊艳的作品，狠狠打烂他的算盘。有怀疑的人选了。秦慕远，这是周菲菲给我的证据，里面有对你明天的反击有利的证据。里面有贺斌将3000万转移至他父亲空国公司的银行流水，法院已经核实，这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无权私自转移。放心，这些证据就够他身败名裂了，我保证他再也掀不起什么水花。他要为他做的事付出代价，我要他在离婚那天1分钱都拿不到，净身出户。贺总，你的整改方案呢？慌什么？漏洞我能补上，资金问题我也能解决。秦总已经答应出手投资。谁说我要投资你？秦总，咱们之前说好的，我帮你找当年的证据，你就出手救我的工作室，你怎么能反悔？证据？可你的证据还没给我，但我这儿有另一份证据。贺总，我们之间的交易筹码没了，我凭什么还要帮你收拾烂摊子？不可能，我亲手拿到的东西，怎么会？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你父亲构陷忠良、颠倒黑白的丑事，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了，你怎么能反悔？没想到贺家还有这种黑历史，难怪工作室风气不正，原来是根上就歪了。隐瞒陈年黑料，带着问题经营公司，我们怎么敢继续让你掌权？那是上一辈的恩怨，跟我没关系。跟公司经营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你们别被他带偏了。上一辈的账可以慢慢算，但你自己亲手犯下的贪腐错事，你还想狡辩？公司账面消失的上亿咨询费去哪儿了？就是正常项目支出，行业咨询费用很合理。合理？没有合作合同，没有落地项目，没有服务成果，凭空支出几个亿，这也叫合理？这笔巨款1分不剩，全部转入了你父亲名下的空壳公司，无人员、无业务、无场地的皮包公司，也配收咨询费？是账务失误，是下面的人操作出错，跟我没关系。全程审批签字，资金转出，都是你一手操作，层层记录清清楚楚。你想甩锅？晚了。这些证据我已经同步提交给相关部门，很快会有执法部门来找你核实。贺总，别忘了今天去领证。婚生子抚养权归陈伊莎女士，贺斌私自转共同财产。婚内不忠，婚内共同财产
全数归陈一莎所有。一山，我知道错了，我们能不能从头来过？贺斌，做错事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一山，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好好对你，好好对孩子。现在知道错了，早干什么去了？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依依天天喊过想爸爸，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是你不想要的吗？是你没资格拿孩子道德绑架我。晚了。伊莎，我真的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换我在家带孩子，你在外上班行不行？我现在真的就只有你了。贺斌，晚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贺斌，你涉嫌职务侵占、商业诈骗、恶意转移公司资产，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伊莎，你帮帮我。现在知道怕了，当初你做那些坏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贺斌，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现在谁都帮不了你。医师，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依依。菲菲，今天是我们的第5次咨询，上周过得还好吗？我这段时间一直睡不着，脑子里总是乱糟糟的。从小到大的压力，工作上的误会，全都挤在我脑子里。你一直习惯性独自承受所有压力，从来没有真正放过自己，是吗？读书的时候，我妈要求我必须考高分，不能偷懒，不能喊累。好不容易长大工作，我拼到部门第1，她还是觉得我不够优秀。你的努力和进步一直没有被家人认可。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你很好，她永远只会告诉我你还可以更好。不管我进步多少，做到什么程度，她的标准永远在提高，我永远达不到她心里的完美样子。所以你一直拼命追赶，习惯性自我加压，想要靠努力换来认可。是，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听话，足够优秀，就能被肯定，被善待。为了这份认可，我习惯性迁就别人，讨好别人，从来不敢拒绝，也不敢松懈。你所有的迁就和退让，本质上是太渴望被认可、被接纳。这不是你的错，只是长期的成长环境让你养成了性格。我长这么大，从来不知道被人真心夸一句你很好是什么感觉。所有人都在要求我进步，要求我完美，从来没人告诉我现在这样就很好。我好像一直都是为别人而活，别人希望我优秀，我就拼命努力；别人希望我懂事，我就一味包容退让。那我们今天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抛开所有人的期待，抛开所有世俗的标准，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知道我是谁。我平时总是刻意伪装坚强，伪装懂事，把自己包装的完美无缺。我想知道，不化妆，不讨好，不刻意伪装的时候，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有这个思考，就是最大的进步。那你从现在开始，慢慢去找，一切都来得及。成长从来没有固定的时间节点，任何时候醒悟，任何时候想要变好，都是最好的开始。可我总觉得，这么多年的心态和习惯很难改变，我怕自己做不到。改变本来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慢慢调整，一点点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你的价值由你自己判定。我真的可以不用一直追赶别人，不用一直逼自己变得更好吗？当然可以。人生不是一场不停赶路的比赛，你可以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休息，允许自己偶尔不优秀。从今天开始，试着多包容自己，多偏爱自己一点。感谢各位莅临今晚的大秀，我接受各方对我的原创作品振翅的批评指点。网传您本次大秀的作品前夜被人恶意破坏，是真的吗？陈总监，据悉你之前原定的作品名为蝴蝶，更改作品名是有什么内信吗？蝴蝶破茧必经疼痛，唯有振翅才能高飞。这不仅是设计的迭代，更是我人生的重启。
作品被毁，您却拿出更惊艳振翅，这是故意反击吗？也可以理解成反击，但我更想说，毁掉的是布料，毁不掉的是我的才华与底气。你今天刚办完离婚，前夫还被抓走了，你还能正常办秀，心里真没事儿吗？离婚就是结束一段日子，不是天塌了。我是设计师，该上场就上场，这是本分。网上都说你红是靠离婚和前夫出事炒作，你怎么说？你现在单身了，以后还会谈恋爱吗？会不会影响工作？你刚结束上一段婚姻，以后还敢相信婚姻、相信爱情吗？我永远信我自己，我可以成为自己的靠山，但也不拒绝真诚的帮助。请大家多关注我设计，少关注我感情以及我的私生活。您强调女性独立，可很多人觉得女性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您认同吗？家庭可以是选择，但绝不是枷锁。女性可以顾家，可以追梦，可以离婚，可以重启。怎么活，由我们自己定义。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把目光放在女性的能力上，而不是私生活上。我们总被追问结没结婚、生没生孩子，却很少被问专业够不够硬、作品够不够强、梦想有没有实现。女性的光芒一直都来自她自己。也希望所有和我有过相似经历的女性都能勇敢走出困境，活出自己的光芒。陈总监，恭喜你，这次的展会作品直接惊艳全场，工作室的市值连升几个点。都是秦总愿意放权，全力支持，不然这场展会也不会这么顺利圆满。陈一莎，几年不见，你倒是学会一本正经拍马屁了。秦总教导有方，属下自然耳濡目染。秦慕远，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信任我，给我重回职场，重新站上台面的机会。还好，我最后没有辜负你的期待，也没辜负自己这么久的坚持。陈医师，你最该谢的是你自己，感谢你自己在那5年仍在进步，感谢那个不放弃的自己。不说煽情的了，千言万语都在酒里。陈一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么中二？真的难得看你这么放松。以前上学的时候，你永远冷着一张脸，好像谁都欠你几分。后来共事，你的笑里却总带着几分职场的分寸与客套。可你今天站在台上发光的样子，和从前一模一样，甚至比第一次登台的你更从容、更耀眼。那得是大学时候的事儿了。那时候你的设计、你的气场，永远是最亮眼、最出彩的。我那时候就笃定，你早晚有一天会站上行业最高的舞台。不得不说，秦总眼光是真的独到，看人一向这么准。这话我从贺斌口中也听到过，他说你经常跟他念叨我，说我优秀，能力出众。他那是趋炎附势，看到你对他有利可图，故意捧你。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起过我？没有，你当年不告而别，这么多年也没个消息，我早就把你忘了。也是，我忘了，你向来最骄傲，怪我当年死攥着没用的面子。陈医师，我很好奇，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当年有没有看懂我的心思？你也说了，我这么聪明，怎么会看不懂？我觉得现在也不晚，陈一莎，你……秦慕远，没联系的这几年，我们都经历了太多，我不想我们只是因为年少的遗憾勉强在一起。我想要现在的我们真心的喜欢彼此，能力匹配的站在一起。好，我们来日方长。